2023年12月，平壤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大会，第5次全国母亲大会。会场上彩帛翻飞，数千名朝鲜母亲身着艳丽的传统服饰坐满大厅。然而，最引人注目的一幕，并非歌舞表演或授奖仪式，而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激动哽咽、掩面落泪的瞬间。这个以强硬著称的领导人在台上情绪激荡，一度流下眼泪。他在大会上罕见地谈及了国家的人口问题，呼吁妇女们多生孩子。他郑重表示，女性有责任阻止生育率下跌，确保国力增强。为了打动台下的母亲们，金正恩承诺政府将与他们一道提供更好的育儿条件，包括更优先的住房、食品配给、医疗服务以及其他福利待遇。他用近乎哀求的语调鼓励大家，请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吧。一时间，会场气氛既庄重又复杂，掌声中夹杂着不少人感动拭泪。金正恩为何在公众场合落泪？是什么样的危机让这位手握核武的铁腕领袖也流下了眼泪？原来，比起导弹和制裁，更令他夜不能寐的是朝鲜正在急剧减少的新生儿哭声。要理解这一幕，我们得把目光投向朝鲜战后的历史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朝鲜战争硝烟散尽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战争夺去了数百万半岛人民的生命。朝鲜北方急需重建人口和劳动力。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立下雄心，要让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强大起来。每增加一个新生儿，对战后残破的国家来说都是增添一分希望。然而，人口增长带来并非只有福音，还有潜在的隐忧。朝鲜其实物资匮乏，经济基础薄弱，如果人口无节制增长，粮食和资源能否跟上，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现实难题。于是，在鼓励生育的同时，朝鲜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节奏。60年代起，朝鲜大力推进全民教育和妇女就业，号召青年晚婚，将更多精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。到了70年代，面对生育高峰带来的压力，朝鲜领导层悄然调整政策，计划生育的观念开始渗透，政府默许并推广避孕措施，甚至在法律上允许堕胎。在一个提倡人丁兴旺的东方社会，这是大胆而超前的举措。当时，朝鲜每名女性平均生育接近4个孩子，人口增长迅猛。为了避免人多拖垮国力，朝鲜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路，主动压低生育曲线。这个时期，朝鲜的人口政策颇有些矛盾，一方面赞美母亲和家庭，另一方面又希望控制新生儿数量。结果到了80年代，朝鲜的出生率已大幅下降，每对夫妻平均2个孩子左右。在那个年代，朝鲜在人口控制方面走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。这种策略短期来看减轻了经济负担，让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，妇女地位提升，可以说是成功的。然而，这份成功中埋下的隐忧日后逐渐显现。当一个原本贫穷的国家过早进入低生育水平，后果会如何呢？时间步入上世纪90年代初，风云突变令朝鲜的人口剧本来了个急转弯。曾经支撑朝鲜经济的苏联突然解体，外援物资戛然而止，朝鲜本已吃紧的经济雪上加霜。更糟糕的是，正当国家元气大伤之际，朝鲜领导层意识到人口增长已放缓到危险的边缘，年轻一代数量不足，劳动力和兵源后继乏人。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，未来拿什么填满工厂和军营？于是，朝鲜政府在90年代初调整生育政策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从前提倡计划生育的宣传悄然退场，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多生的口号，堕胎被明令禁止，多子女家庭被承诺以奖励和补贴。政府号召每个家庭生育3个以上孩子，并称这是每位公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。然而，政策的转向还未真正起效，一场更严峻的考验便扑面而来。1994年至1998年前后，朝鲜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饥荒，这场灾难被官方委婉地称作苦难行军。在这个暗喻军队艰苦跋涉的词语背后，是千百万平民饥饿难耐、挣扎求生的血泪现实。接连的自然灾害、农业失收和体制僵化，使粮食供应全面崩溃，全国范围出现大规模的饿殍。那几年里，朝鲜经历了和平时期，
罕见的人口急剧下降，无数家庭家破人亡，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统计，外界估计可能达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。很多村庄的人口在短短几年内锐减1/3，有的甚至几乎绝迹。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大多体弱多病，营养不良。在这种惨烈境况下，别说鼓励多生孩子，就连现有的孩子都难以养活。许多育龄夫妇为了活命，只得推迟甚至放弃生育。有的母亲怀胎几月，却因营养不良流产夭折。更多的年轻人则干脆不敢结婚生子，在烈日下啃树皮、野菜果腹的艰难岁月里，新生儿的啼哭声几乎销声匿迹。90年代中后期，朝鲜的人口曲线出现了可怕的下坠，一个原本期待人丁兴旺的社会骤然陷人口断崖。等到苦难行军的黑暗渐渐过去，回望这段时期，全国少了整整一代婴儿，那是本该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一代，也是国家未来中永久缺失的一环。饥荒的阴影逐渐退去后，朝鲜的人口并没有迎来反弹的婴儿潮。进入21世纪，新生儿稀少的状况竟成了常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隐藏在朝鲜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中。苦难行军期间，国家配给体系崩溃，大量城市居民靠黑市贸易活了下来，而推动这些地下经济的中间正是朝鲜的女性。男人们被政府征去无偿劳作或服兵役，反而是女性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她们走出家门，在市场上做买卖，用小生意换回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。久而久之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被现实改写，女性除了当母亲，还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。可是一个女人若要撑起生计，就更难腾出精力和时间去生养多个孩子。很多过来人感慨，80年代时家家户户还普遍生2个孩子，自从苦难行军以后，1个孩子就算多了，甚至有不少年轻夫妻选择丁克，不要孩子。对许多朝鲜家庭而言，生育不再是天经地义，而是一笔算不过账的亏本买卖，生得起却养不起。在这种观念转变下，朝鲜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徘徊在极低水平。据估计，目前每位朝鲜女性平均生育不到2个孩子，近年来甚至降至 1.8 左右，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。与少子化相伴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。几十年前，朝鲜还是个青年人占多数的社会，如今老年人的比例正逐年攀升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2年朝鲜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1/10。别小看这区10%，它意味着将近300万老人。由于新生代数量不足，这些老人身边往往只有1-2个子女照顾，有的甚至晚景凄凉，无人奉养。在城市街头和乡间村落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满头白发的老人继续劳动，退休教师摆摊卖东西，耄耋农民扶着锄头下地。这一幕幕说明，一个社会正悄然变老，却找不到足够的年轻人接班。人口学家常用倒金字塔来形容这样的年龄结构，上面是庞大的老年群体，下面是瘦弱的青年基座，整座摇摇欲坠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劳动力的无声流失，每年达到工作年龄的年轻人人数在减少，工厂里招工越来越难，部队征兵也面临挑战。朝鲜一向以庞大的军队闻名，但现在适龄应征的青年不但数量少，平均体格也不如以往。由于90年代营养不良的影响，这一代年轻人普遍身材矮小体弱。为了凑够兵员，军方据报道已降低新兵身高体重标准，甚至缩短了服役年限，好让更多青年赶紧退伍返乡，支撑经济。可以说，低生育率已经开始侵蚀朝鲜的国力，劳动市场缺少活力，军队后备不足，社会创新更无从谈起。这场没有枪响的危机，正如山崩般缓慢发生，悄无声息却威力惊人。在许多国家，人口不足时有一个解决办法：引进移民。当本国人不愿生或生得少，就从别处请人来生活工作，既补充劳动力，也增加人口。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和周边的韩国、日本都在考虑吸引外国移民和劳工，来缓解本国的人口萎缩。然而，对朝鲜来说，这条路几乎走不通。作为一个高度封闭和单一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，朝鲜历来排斥外来人口进入。朝鲜社会以纯洁的朝鲜民族自豪，
几乎不存在大规模移民融入的先例，别说主动吸引外人定居，朝鲜甚至严防本国人口外流。除了极少数中朝跨国婚姻留下的华侨后代和历史原因遗留的日裔，在当代朝鲜很难找到非本民族的社区。换句话说，朝鲜的人口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蓄水池，既没有新水注入，却在慢慢蒸发。更让朝鲜雪上加霜的是，虽然没什么人移民进去，却不断有人想办法逃出来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已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冒险逃亡他国，寻求更好的生路。那些成功脱北的人大多是青壮年和女性，也就是朝鲜正值壮年的劳动力和潜在母亲。他们一旦离开，就再也不会回来，为朝鲜的人口减少再添一笔隐形的损耗。还有一些朝鲜被派往海外工作的劳工和外交人员趁机脱离政权控制，留在他乡。这种人才与劳动力的流失对官方而言是忌讳但真实存在的，结果就是朝鲜既无法从外界获得人口补充，内部的人才血液又在慢慢流失，人口学的死结在这里越勒越紧。对于富裕国家来说，人口减少或许尚能用技术进步弥补，可对朝鲜这样的发展极其不平衡、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，人就是命脉，少一个都难以为继。正因为如此，金正恩在母亲大会上近乎绝望地强调生育的重要，说到底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朝鲜已无其他途径可以填补人口的黑洞。在人口问题上，2020年以来的全球疫情无疑给朝鲜当头一棒。新冠疫情爆发后，朝鲜采取了全球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之一，干脆彻底关闭国门。2020年初起，中朝边境口岸落锁，航班停飞，连1根针1粒米都难以进出国境。这场前所未有的封闭式抗疫持续了将近3年时间。表面上看，朝鲜成功阻挡了病毒入侵，但封锁也让原本就脆弱的经济陷入停滞，贸易中断导致物资更加短缺，很多地方粮食供应再次吃紧。据零星消息，2021年起，朝鲜部分地区出现饥荒苗头，营养不良问题恶化。然而，真正令朝鲜人口受到冲击的是2022年开始在全国蔓延的新冠病毒。尽管朝鲜官方曾宣称本国零感染，但终于还是不得不在2022年5月承认疫情大爆发，数百万人出现发热症状。由于几乎没有疫苗接种，也缺乏有效治疗药物，可以想见病毒对体质普遍较弱的朝鲜人造成了多大伤害。官方最终只报告了几十例死亡病例，这个数字显然无法令人相信。可以推测，许多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那次疫情中不幸去世，只是朝鲜当局不会公开他们的名字与数字。这场疫情成为一场隐形的人口噩梦，一方面死亡人数增加，让本已不多的人口雪上加霜；另一方面，在封锁与恐慌中，新婚夫妇推迟了生育计划，甚至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也缺席了。别的国家在疫情后还能寄希望于开放和移民带来恢复，但朝鲜只能独自品尝损失的苦果。当金正恩在母亲大会上潸然泪下，也许正是意识到新冠疫情对朝鲜人口的冲击远比外界看到的严重。这3年里，有多少本该出生的婴儿没有出生？又有多少本该安度晚年的老人过早辞世？答案无人知晓，但沉寂的产房和增多的葬礼已经给出暗示。于是我们看到，朝鲜官方在疫情稍缓和后，立刻高调召开母亲大会，大力宣扬多生育的重要。这并非巧合，而是亡羊补牢的紧迫尝试。然而，疫情带来的创伤并非喊几句口号就能抹平。对于朝鲜这样的人口孤岛来说，每一次大灾难都会永久地刻在人口金字塔上，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面对这些趋势，朝鲜的人口未来将走向何方？有人可能觉得人口变化是缓慢的，不至于让国家从地图上消失。然而，当我们把所有因素叠加，持续的低生育率、严重的老龄化、没有移民补充、反复的饥荒和疫情冲击，就会发现一个可怕的前景浮现眼前。让我们大胆进行一次 AI 模型预测，如果朝鲜继续保持目前的状况不变，未来人口将如何演变？假设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接近 1.5 甚至更低，没有外来人口流入，
而死亡率随着人口老化还在上升。模型计算的结果相当惊人，朝鲜的人口数量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就达到顶峰，然后转头向下，此后每过10年都会减少几百万。到了本世纪中叶，朝鲜人口或许将比现在减少至少1/5，而再往后，到本世纪末，人口规模很可能跌破1500万人，甚至进一步滑落，那将不到峰值时朝鲜人口的一半。届时，整个北韩地区的人口密度将大大降低，大片村庄变得人烟稀少，许多城市也将冷清萧条，年轻人将成为稀有物种，几位老人围着一个孩子的景象将十分常见。国家机器要运转，就不得不让原本该退休养老的60、70岁老人继续工作，甚至重新征召他们的子女入伍充当士兵。这个 AI 模型描绘的未来仿佛一幅荒凉的图景，一个国家慢慢凋零，最后或许只剩下政权的空壳。历史上，一个国家消失常常是因为战争或兼并，但在人口领域也有前车之鉴。纵观世界地图，不乏因为人口剧减而走向衰亡的政权范例。最贴切的莫过于20世纪末的东德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。在冷战时期的东德，严格的体制管控下，民众对未来悲观消极，生育率长期低迷，年轻人纷纷想方设法逃往西德。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，东德的人口已经陷入负增长，一些城镇出现了婴儿荒。当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激化，东德政权不堪重负，最终迅速崩溃并入西德版图。从地图上看，东德这个国家名彻底消失了，其人民并入更强大的联邦德国。当年的东德领导人或许也没有料到，枪炮坦克没能摧毁的政权却被持续多年的人心流失和人口凋敝拖垮。朝鲜和昔日的东德有许多相似之处，都曾是割裂国家的一部分，都实行高度集权封闭的统治，也都面临年轻一代对未来的不确定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朝鲜会不会重演东德的命运呢？还有一种消失，可能不是人口归零，而是政权的终结。当国内年轻劳动力匮乏，经济无法运转，军队也招不到足够的新兵时，朝鲜政权将很难保持稳定。人口危机或许不会直接推翻政府，但它如同白蚁贮粮，慢慢侵蚀着国家的根基。也许某个时刻，朝鲜不得不被迫改革开放，接受外部援助，甚至考虑与韩国统一来挽救民生。而一旦半岛走向统一，今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将在政治意义上不复存在。这何尝不是从地图上消失的一种形式呢？对于金正恩来说，这无疑是最不愿看到却又真实存在的前景。当年的罗马帝国有句拉丁谚语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同样，一个国家的人口衰亡也绝非一夜之间发生。但当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中回望，每一次文明的消逝，往往都有一个漫长的伏笔。朝鲜如今面临的人口困境，正像一根导火线缓缓地烧。金正恩在母亲大会上的眼泪，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领袖的焦虑，更是整个国家对前途命运的迷茫与恐惧。或许在他内心深处，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如果没有足够的新生命来延续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还能撑多久？毕竟，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人。当摇篮变得空荡荡，未来就变得灰蒙蒙。当最后一个年轻人在村庄里离去，最后一个产房关闭之时，再坚固的政权也将如无源之水，终究有干涸的一天。朝鲜会不会从地图上消失？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没有移民又难以大幅提高生育的情况下，朝鲜正走在一条危险的下坡路上。如果不设法扭转颓势，这个曾经用革命和核武声震世界的国家，可能最终会在无声的人口凋零中淡出历史的舞台。金正恩的泪水是对未来的悲叹，也是对全体朝鲜人民的警示。留给朝鲜避免消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